1.6亿年前的地球，恐龙才是主人。它们曾经在地球上繁盛一时，却在一颗直径不到10公里的小行星面前彻底消失。而我们人类这个物种，至今不过存在了几十万年。如果我们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天，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还不到这一天的最后1秒钟。这最后1秒钟里，我们创造了辉煌的文明，发明了汽车、手机和互联网，看起来似乎已经掌控了这个世界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。我会带你了解4个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。它们不是什么天马行空的幻想，而是真实存在、正在发生，或者随时可能降临的风险。在开始了解那些可能导致灭绝的风险之前，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这个叫做人类的物种。我们的祖先大约在600万年前与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，在漫长的进化道路上，有10几种不同的人类曾经在地球上并存过，比如匠人、直立人、尼安德特人、丹尼索瓦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族亲戚，但最终只有一只存活到了今天，智人，也就是我们。说起来，我们的诞生其实充满了偶然。科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，为什么偏偏是智人笑到了最后？是因为我们更聪明吗？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其实比我们还大，是因为我们更能打吗？论单打独斗，我们可能打不过尼安德特人。有一种理论认为，是因为我们拥有想象力，我们能够相信一些不存在的事物，比如神、国家、货币、法律。正是这种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几十万人的协作网络，而其他人类物种最多只能维持几百人的群体。就这样，智人从东非的一角出发，在大约7万年前开始向全球扩散。我们穿越了阿拉伯半岛，走向了欧亚大陆。我们渡过白令海峡，踏上了美洲大陆。我们建造了最早的村庄，发明了最早的文字，发展出了农业、冶金、文字，最终走向了工业革命和信息时代。从狩猎采集的原始人到登月成功的现代人，这个转变只用了不到1万年。1万年，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上，不过是眨眼的功夫。然而，正是这短暂的1万年里，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璀璨的成就，也同时埋下了可能毁灭我们的种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？答案也许会让你意外。我们靠的不是个体的强大，而是群体的协作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一个没有任何工具的原始人，可能连一只狼都打不过。但当我们聚集成群体，当我们学会分工合作，当我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传递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无比强大。这就是人类的力量所在，但同时也是我们最脆弱的地方。想一想，如果这种协作网络崩溃了，人类会怎样？如果某种灾难让全球的通讯系统全部瘫痪，如果某种病毒让人类无法聚集，如果某种力量让陌生人之间失去信任，我们会不会像那些无法形成大群体的物种一样，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？
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可能摧毁这种协作网络，让人类走向灭绝的风险到底是什么。看不见的敌人，超级病毒与流行病。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手之一。1347年，黑死病从亚洲传入欧洲，在短短5年间，杀死了欧洲1/3到1/2的人口，估算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到5000万人。这场浩劫让欧洲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也间接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到来。1918年，西班牙大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爆发。这种流感病毒的致病性其实并不算特别强，但它的传播速度之快，范围之广，让它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感染了全球1/3的人口，造成了5000万到1亿人的死亡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完美病毒？它的传播力像新冠一样强，它的致死率像埃博拉一样高，它的潜伏期像艾滋病一样长，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疫苗和药物来对抗它。答案是完全有可能。科学家们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最坏的情况 ，X 疾病。这个词最早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，用来描述一种我们尚未发现但随时可能出现的致命病原体。它可能来自于自然界。蝙蝠被认为是多种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，而热带雨林则被誉为地球最大的病毒库。当人类不断侵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，当气候变化让原本生活在热带的病毒逐渐向温带扩散，新的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。它也可能来自于实验室。基因编辑技术的门槛正在不断降低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让人类可以在实验室里设计新的生命形式。如果这些技术落入恶意者手中，或者因为疏忽而泄露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现在面对的威胁可能只是开胃菜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，被冰封了数万年的远古病毒正在逐渐苏醒。2016年，西伯利亚的一次 Anthrax 疫情爆发，就是因为一头感染了炭疽的热尸体从解冻的永冻层中暴露出来。而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层下，可能还沉睡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古老病毒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某一天，某种全新的、致命的、高度传染的病毒从冰川中苏醒，或者从某个实验室中泄露，而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它毫无抵抗力，我们的医疗系统来不及研制疫苗，我们的国际合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，人类会面临怎样的命运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2023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出警告，下一次大流行可能比新冠更加致命。而比尔·盖茨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，全球大流行是他最担心的风险之一。但是，让我们稍微停一下，换一个角度思考，人类和病毒的战斗其实已经持续了几万年。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，虽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，但也让幸存下来的人类获得了更强的抵抗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是那些曾经杀死我们祖先的病毒，塑造了今天的我们。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，它能够在面对从未见过的病原体时，快速学习、适应、反击，
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在无数次疫病中存活下来的原因。而且，现代科技也在不断进步。mRNA 疫苗技术的突破，让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研制出全新的疫苗。基因测序技术让我们能够快速识别病原体的基因序列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更早地发现疫情的苗头。所以，面对病毒的威胁，我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，因为真正的风险不在于病毒本身，而在于我们的准备是否充分，我们的合作是否有效，我们的应对是否及时。来自太空的礼物，小行星撞击。夜晚的星空是那么美丽，那些闪烁的光点看起来宁静而美丽，但在这宁静的表象之下，其实隐藏着无数在太空中横冲直撞的不速之客小行星和彗星。我们的太阳系并不是一个空旷的安全空间，火星和木星之间有一条被称为小行星带的区域，其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数百万颗大小不一的小行星。而在海王星轨道之外，还有一个被称为柯伊伯带的更加广阔的冰冻天体区域，其中也包含着无数可能威胁地球的天体。这些天体在太阳系中漂浮了几十亿年，它们偶尔会因为引力扰动而改变轨道，开始向太阳系内侧飞来，其中极少数会恰好撞上地球。66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。那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 TNT 当量，是人类制造过的最大核弹的100万倍。撞击引发了全球性的地震、海啸和火山喷发，烟尘遮蔽了天空，让地球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核冬天。阳光无法穿透厚厚的云层，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食物链从底层开始崩溃。这场灾难终结了恐龙时代，大约76%的物种从此消失，包括所有的非鸟类恐龙。这就是小行星撞击的威力。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，太空中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不速之客。天文学家们把它们分为3类：近地小行星、近地彗星和可能撞击地球的其他天体。它们的直径从几米到几十公里不等，撞击的能量也差异巨大。好消息是，直径小于25米的小行星在大气层中就会因为摩擦而解体，最多只会造成局部损失。直径140米以上的小行星才被认为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灾难，而直径10公里级别的行星杀手，平均每1亿年左右才会出现一次。坏消息是，虽然大撞击很罕见，但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应对的准备。2013年，一颗直径只有17米的小行星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爆炸。那次爆炸释放的能量相当于50万吨 TNT 当量，造成了1200多人受伤，数千栋建筑受损。如果这颗小行星的轨道稍微改变一下，让它更早几秒进入大气层，它就会坠落在城市上空，而不是在郊外上空爆炸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而人类目前对这类中等尺寸小行星的监测能力其实还相当有限。为了应对这些来自太空的威胁，全球的天文学家们其实一直在努力。美国 NASA 有专门的近地天体观测项目，
欧洲 ESA 也在建设小行星危险响应系统。目前，人类已经发现了超过95%的直径1公里以上的近地小行星，但直径140米以上的只发现了大约40%，而像车里亚宾斯克那颗大小的，可能只发现了1%。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一颗小行星正在向地球飞来，我们有能力阻止它吗？目前，人类正在尝试几种方法。第一种是动能撞击器，就是发射一个航天器去撞向小行星，改变它的轨道。美国 NASA 在2022年完成了 DART 任务，成功地用航天器撞击了一颗小行星，并观测到了明显的轨道偏转。第二种方法是引力牵引器，就是让一个航天器长期停留在小行星附近，用自身的引力慢慢把它拉离危险轨道。第三种方法是核爆炸，在它附近引爆核弹，用爆炸的力量改变它的方向。但这种方法风险很高，因为爆炸的碎片可能让情况更糟。每一种方法都有局限性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，如果一颗直径超过1公里的小行星在5年内撞向地球，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。但让我们再次换个角度思考，地球在这个位置已经46亿年了，它经历过无数次撞击，每一次都存活了下来。月球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的蓝色星球其实已经是一个幸存者了，而且小行星撞击虽然可怕，但它其实也是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推动力。如果没有6600万年前那颗小行星，恐龙可能依然统治着地球，而哺乳动物可能永远没有崛起的机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次灾难间接创造了人类，这也许就是宇宙的某种法则，毁灭与创造从来都是一体两面。所以，当你下一次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也许可以换一种心情。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光点，既可能带来毁灭，也可能带来新生。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一种可能。气候与生态崩溃。想象一下，你正站在一块巨大的冰川上，耳边是冰裂的声响，眼前是缓缓移动的冰舌。阳光虽然明亮，却带着一种寒冷的白。你知道脚下这些冰已经存在了数万甚至数十万年，它们见证了猛犸象的繁荣，也见证了早期人类的迁徙。但就在你站立的地方，也许再过几十年，这片冰川就会彻底消失。这不仅仅是想象，根据科学家的估算，全球平均气温在过去100年里上升了约 1.1 摄氏度。听起来不多，但这种微小的变化已经导致了深远的影响。冰川加速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极端天气增加，物种加速灭绝。而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，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？这可能是4个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中最温和但也最危险的一个，因为它不像小行星撞击那样突然降临，也不像病毒那样可以通过医学手段直接对抗。气候崩溃是一种慢性病，它的症状在慢慢累积，当真正的问题爆发时，可能已经为时已晚。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可能的未来场景。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，热带地区将出现致命的高温和高湿天气，数十亿人
可能无法在户外工作，珊瑚礁将几乎完全消失，海洋生态系统将遭受毁灭性打击，冰川融化将达到临界点，海平面将上升数米，沿海城市将被淹没。如果上升3°C，热带森林将大规模死亡，亚马逊雨林可能从碳汇变成碳源，永久冻土层将大规模融化，释放出储存在其中的巨量甲烷和二氧化碳。全球粮食产量将大幅下降，大规模饥荒可能成为常态。如果上升4°C，地球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气候状态，两极地区将没有冰盖，夏季气温可能达到50°C以上，海洋将变得更加酸性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将无法逆转，撒哈拉沙漠可能向北扩张，地中海地区可能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。而如果上升5度、6度，甚至更高呢？之前我推演过，如果气温上升可能会导致的变化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往期视频。但那只是推演，没有人确切知道答案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世界。这正是气候变化的可怕之处。我们在驾驶一辆我们不完全了解的汽车，朝着未知的方向疾驰。但气候危机不仅仅是气温上升这么简单，它还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。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IPBES 的报告，目前地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物种灭绝危机。人类的活动已经导致地球上约100万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，这个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了数十倍，甚至数百倍。生态系统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。当一个物种消失时，与它相关的其他物种也会受到影响。当足够多的物种消失时，整张网就会开始崩溃。而我们人类正是这张网中节点最多的物种。我们的食物、我们的衣服、我们的药品、我们呼吸的空气、我们喝的水，都依赖于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。当生态系统崩溃时，我们也将无处可逃。那么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答案既是肯定的，也是否定的。肯定的是，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并在采取行动。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提供新的解决方案，从碳捕获技术到基因保存库，从人工光合作用到垂直农场，人类正在用智慧应对挑战。但否定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行动还远远不够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在增加，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加速，极端天气事件仍在增多。我们说的太多，做的太少。这也许才是气候危机真正的教训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。我们可以登月，可以建造摩天大楼，但当我们面对自然母亲的警告时，却显得如此无能为力。但这也许同时也是他的祝福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与自然是一体的，不是征服者，而是孩子。当我们伤害自然时，我们其实在伤害自己；当我们修复自然时，我们其实在修复自己。所以，面对气候危机，我们需要的不是绝望，也不是侥幸，而是行动。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会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中产生涟漪。也许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，
但我们可以选择更环保的生活方式，可以传播正确的环保理念，可以支持那些真正为地球付出的人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地球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。核战争与科技风险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2年10月，古巴导弹危机正在进行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站在核战争的悬崖边缘。美国的 U-2侦察机发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，苏联则威胁，如果美国入侵古巴，将对其实施核打击。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毁灭的时刻之一。在最紧张的那些天里，全球都在屏息以待。很多人相信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，而这一次，人类可能真的会毁灭自己。幸运的是，最终双方选择了退让，苏联同意撤回导弹，美国则秘密承诺不会入侵古巴，并悄悄撤走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。那场危机之后，美苏双方建立了直接的热线联系，签订了各种核军控协议。冷战最终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了，但核战争的阴影从来没有真正消散。今天，全球仍然有大约13000枚核弹头，其中约4000枚处于高度战备状态，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射。这些核弹头的总爆炸当量约为15000倍于2战中使用的所有炸弹的总和。如果这些核弹头全部引爆，会发生什么？根据科学家的模拟，全球核战争将释放出巨大的烟尘进入大气层，遮挡阳光，让地球进入核冬天。即使有人能够幸存于核爆炸本身，也可能在随后的寒冷和饥荒中死亡。全球人口可能从现在的80亿锐减到不足10亿。而且，核战争不仅仅是直接杀伤和核冬天，它还会摧毁支撑现代文明的电力网络、通讯系统、医疗设施、物流网络。当一切都崩溃时，那些看似微小的日常问题，食物、水、药品、交通都可能变得致命。这就是核战争的风险。它不需要直接击中每一个人，只需要摧毁那些维系我们生存的系统。但核战争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人为风险。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领域——人工智能。2023年以来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。AI 的表现越来越接近人类，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我们。绘画、写作、编程、诊断疾病、自动驾驶 ，AI 正在渗透到各行各业，包括你看这个视频的开头，都是用 AI 制作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。但正如每一次技术革命一样， AI 也带来了新的风险。如果我们创造的 AI 系统变得足够强大，而我们又无法完全控制它，会发生什么？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。越来越多的 AI 研究者开始严肃地讨论 AI alignment 问题，如何确保 AI 的目标与人类的利益一致。一个失控的超级 AI理论上可以操纵信息，破坏基础设施，获取资源，甚至可能利用人类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，也许应该保持谦逊。毕竟100年前，有谁能够想象今天的世界呢？除了 AI 之外，还有其他科技风险值得我们关注。
纳米技术可能让我们能够操纵单个原子，但也可能被用来制造无法检测的微型武器。生物技术可能让我们治愈疾病、设计生命，但也可能被用来制造新的病原体。量子计算可能让我们解决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但也可能破解现在的加密系统。每一种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，它们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潜在的风险却常常被忽视。那么，面对这些科技风险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科技创新本身并不是问题，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在使用这些技术，以及如何监管这些技术。国际社会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机制，来监督和管控那些可能造成全球性风险的技术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培养科技素养。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普通人也需要理解科技的基本原理和潜在风险，这样才能够在技术面前保持理性和判断力。最后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谦逊。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。我们曾经以为 DDT 是安全的，氟利昂是无害的，核能是清洁的，但后来的事实都证明我们错了。面对未知的新技术，保持谨慎和敬畏，也许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。核战争的风险也许会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起伏，但科技风险的清单只会越来越长。这不是要我们恐惧未来，而是要我们警醒当下，因为未来其实就藏在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里。人类为何还没有灭绝？我们谈到了病毒，那个看不见的杀手；我们谈到了小行星，那个来自太空的威胁；我们谈到了气候崩溃，那个慢性累积的危机；我们谈到了核战争和科技风险，那些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。每一个话题似乎都在提醒我们，人类真的很脆弱。但是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人类真的这么脆弱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几十万年前就灭绝呢？事实上，历史上比人类更强大、更适应环境的物种多的是。恐龙统治地球 1.6 亿年，巨齿鲨称霸海洋几千万年，猛犸象在冰天雪地中繁衍生息数万年，但它们都消失了。只有我们，这个存在了不过几十万年的年轻物种，却一直存活到了今天。这不是偶然，人类有一种独特的能力，叫做适应性。我们能够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生存，也能够在酷热难耐的沙漠中繁衍。我们能够在茂密的丛林中打猎，也能够在贫瘠的高原上放牧。我们能够面对洪水泛滥的平原，也能够应对地震频繁的山地。当其他物种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时，人类却能够改变自己，来适应几乎任何环境。我们穿上皮毛来抵御寒冷，我们建造房屋来遮风挡雨，我们发明工具来获取食物，我们学会合作来对抗危险。这种适应性是我们最大的优势，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。为了适应环境，我们消耗了大量的资源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，排挤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。当我们的适应性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时，问题就开始出现了：气候变化、生态崩溃、物种灭绝。所以，脆弱和强大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。我们之所以脆弱，是因为我们太过强大。
如果我们像其他物种一样，只是简单的适应环境，而不试图改变环境，利用资源，创造技术，也许我们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。但恰恰是那些让我们变得太强大的特质，过度消耗、过度改变、过度自信，让我们陷入了新的危机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，但其实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是要放弃我们的力量，而是要学会更好地使用它。科技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如何使用科技；发展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发展与环境。让我们再看看那些灭绝风险。面对病毒，我们发明了疫苗，发展了医学，建立起了全球卫生合作体系。下一次大流行来临时，我们一定会比2020年准备得更充分。面对小行星，我们建立了监测网络，测试了防御技术，积累了太空探索的经验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真的能够保护地球，免受天外来客的侵袭。面对气候危机，我们已经开始行动，清洁能源正在替代化石燃料，循环经济正在减少浪费，人们的环保意识正在觉醒。也许我们无法阻止所有的气候变化，但我们可以减缓它的速度。面对核战争和科技风险，国际社会正在建立新的规范和机制。每一次危机之后，我们都会学到新的教训，变得更加谨慎。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这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有历史依据的判断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危机、不断克服困难、不断进步的历史。我们曾经面临过无数次灭绝级的挑战，冰河时期、超级火山、致命瘟疫、世界大战，但每一次我们都挺了过来，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。所以，当你今晚躺在床上感到不安的时候，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。你正在担心的那些风险、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、地缘冲突，恰恰说明你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，而意识到问题，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那些从未意识到风险的物种，也许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灭绝，但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有能力思考未来，有能力计划明天，有能力防患于未然。这种能力，也许正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。也许你听完了我说的这些，脑海中正在浮现各种画面：病毒在空气中传播，小行星从天而降，海水淹没了城市，蘑菇云在远方升起。如果这些画面让你感到不安，我想说一声抱歉，也想说一声谢谢。抱歉，是因为我让你在入睡前思考了这些沉重的话题。谢谢，是因为你愿意面对这些不安，而不是选择逃避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一个从未感到过恐惧的人，很难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。一个从未面对过死亡的人，很难真正活出生命的意义。在这个城市的夜晚，也许你看不到星星，但请想象一下，此刻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有人正仰望同一片星空。也许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，狮子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它的猎物。也许在南极的冰原上，企鹅正在寒风中守护着它的蛋。也许在深海的某个角落，水母正在缓缓地游动。它已经活了5亿年，比所有的陆地生物都要古老。
地球上有800万个物种，每一个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活着，而我们人类是这800万个物种中唯一一个会思考为什么会活着的物种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今晚的思考里。我们脆弱吗？是的，很脆弱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地球只是一粒微尘，而人类只是这粒微尘上的一瞬间的存在。一颗小行星，一次伽马射线暴，一次基因突变，都可能让我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我们也很强大，在短短的几万年里，我们建造了城市，发明了轮子，登上了月球，开始探索火星。我们能够建造飞行器在天空翱翔，能够制造潜艇在深海前行，能够发射望远镜观测100亿光年外的星系。我们甚至开始尝试理解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本质、意识的奥秘。这种强大恰恰来自于我们的脆弱，因为脆弱，我们学会了合作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几十万人的协作可以移山填海。因为脆弱，我们学会了创造。当身体的力量不够时，我们发明了工具；当记忆的能力不够时，我们发明了文字。因为脆弱，我们学会了思考。当面对未知的危险时，我们学会了分析和判断。所以，脆弱不是诅咒，而是祝福。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让我们不断进步，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活着的日子。当你下一次躺在这张温暖的床上，闭上眼睛准备入睡的时候，也许可以想一想，此刻在这个地球上的80亿人中，有人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加班，有人在东京的地铁里通勤，有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阅读，有人在上海的外滩上看夜景，有人在非洲的小村庄里仰望星空。我们素未谋面，却因为这个蓝色的星球而连接在一起。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有着不同的肤色，信仰着不同的神明，但我们都在呼吸着同样的空气，喝着同样的水，分享着同样的阳光和月光。这种连接也许比任何病毒都更强大，因为它让80亿颗孤独的心在每一个夜晚彼此靠近。晚安，愿你今夜有一个好梦，愿明天的你依然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抱有希望。